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大家好，我是团长。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谢谢大家。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拜托大家。大家可留言告诉我。各位优秀神秘文怪事团团员，大家好，感谢团员新进团员耐心等待，再次感谢所有团员支持本频道。影片中英语翻译中文不容易。本频道制作不容易，拜托大家帮忙加入。我上一集影片讲到，地心人真的在联络我们。NASA 修改入口影像美军任收讯号秘密协议曝光。没有看过新朋友，我建议先看上一集。我把上一集影片放在说明栏。今天让我带你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吧。人类被石化，这种在电影当中才有的剧情，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实现吗？没想到在2025年真的被首度证实了。美国这份 CIA 释出的档案当中，内容是1989年，苏联的军队被不明生物攻击，在其中有23名的士兵被一种非地球科技瞬间石化。这是当年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在这些真实的照片当中，清楚拍下了恐怖瞬间。2025年，一份编号 C 开头的机密文件，因为保密期限到期，终于向大众曝光。揭露的是1989年苏联进行演习时遭外星人石化的真实事件，但这份尘封36年的 CIA 档案中只有文字。据传 CIA 还留了一手，这是暗网中被挖出的苏联军官被石化的真实照片。照片里的男子在雪地中瞬间定格，全身僵硬。更惊人的是，被石化的还不止一人。According to the CIA document, they had oversized heads, large black eyes, moved with unsettling speed, and later merged into a single spherical-shaped glowing object. And then the unimaginable happened. The object unleashed a blinding burst of light, and within seconds, 23 soldiers were turned to stone. 这起不可思议的石化事件发生在1989年。地点是乌克兰边境，原本苏联军方成功击落一架不明飞行器，但应该无法启动的飞行器内，却走出5个人形生物，明明是5个人形，竟然在苏联士兵面前结合成一个巨大球体，接着释放出强大能量，让23名士兵体内的水分瞬间蒸发。就发现石化士兵尸体的身体组织已经转变为石灰岩，专家们认为这是一种地球上还不知道的能量，瞬间改变了人类的生物体结构。可以改变人体结构，还能互相融合。这种神秘的非人类技术其实有迹可循。根据 CIA 秘密档案中就曾经记载，早在70年代就被苏联战斗机飞行员亲眼目击。What we are looking at is a view from the cockpit camera of a MiG-23 Flogger, scrambled to intercept 2 unknown targets. What we see now is an apparent merging of the 2 targets. Here is the same shot slowed down. These are obviously not typical flight characteristics of NATO or any other conventional aircraft. 不是飞机，那它到底是什么？据传这段诡异影像在曝光后24小时内就被苏联政府紧急封存，直到苏联解体后才被一名前 KGB 退休特工悄悄揭露。更令人意外的是，就在特工匿名受访时，又曝光了一段震惊消息。在70年代早期，2架米格就被一种未知武器给摧毁了，上面的飞行员无一幸免。后来为了掩盖此事，苏联空军将此事宣布为是2架米格在训练时发生碰撞导致的坠机。根据战机残骸上的毁损痕迹，专家确认绝对不是地球现有的已知武器。就在空战谜团发生后，外界开始盛传苏联早已经接触了地外科技，暗中设立苏联51区，表面上看似普通军事设施，但实际盖在地面下，深达400公尺处巨大隧道串联多个神秘空间。这座苏联51区比美国51区更加惊人，除了藏有战机残骸，还有当初23具石化的士兵遗体。据说隐藏的机密一旦公布，会彻底颠覆人类想象。Eyewitness accounts claim that these tunnels contain rooms where alien autopsies, extraterrestrial tech studies and experimentation, and quite possibly otherworldly holding cells for visitors from space are all located. 我们再带您看一份苏联 KGB 外流的影像资料。苏联51区内部秘密保存一具不明飞行器残骸，在残骸上刻着一连串从未在人类文明中出现过的符号。
更诡异的是，上头还清楚印有6指手掌印记。巧合的是，这个诡异印记竟与1950年代的金星人一模一样。照片中的这名男子，据传来自金星化名索尔，暗中提供地外科技给美国军方。最引人注意的外貌特征就是双手上各有6根手指。莫非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国早已协议瓜分的外科技？我们又找到了多张美国间谍照片，照片中清楚看到苏联51区的周围出现神秘高温灼烧痕迹，形状竟与麦田怪圈高度相似。When the United States sent recon missions over there during the Cold War, they looked down and they saw these incredible carved images on the ground around Kasputin Yar. When we actually look at the depictions of these geoglyphs, they look similar to what we see in crop circles and in certain ancient landforms visible on Earth. So there clearly appears to have been an attempt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extraterrestrials, perhaps saying X marks the spot, come here, guys. 更诡异的是，这些图腾出现之后，苏联51区周围开始频频传出居民神秘失踪的消息。阴谋论者表示，被消失的苏联居民其实正是苏联政府秘密实验空间转移技术的活体对象。苏联在做时空穿越的事件一直以来都被视为都市传说，没想到1998年一部被迅速下架的美国纪录片直接独家揭露一段来自苏联 KGB 的密档影像。影片中清楚到苏联士兵进入埃及金字塔内部的未知结构，而那里理应是对外国势力高度封锁的敏感区域，为何苏联军方能够突破层层封锁，甚至大胆开挖古代石棺？纪录片中暗示这些士兵并非从一般入口进到金字塔，而是透过空间转移技术直接传送进入内部，而这场任务的真正目的正是为了找出那具传闻中埋藏万年的地外遗骸。Discovered a tomb in Egypt in 1961. The record is clear on that point. But what was never disclosed was what they found inside the tomb. From the available evidence and highly placed sources, in the sarcophagus were the remains of an alien creature who died in Egypt about 10,000 years. 最震撼的还不止这样，纪录片中又曝光一段更超乎想象的画面，片中清楚标示拍摄时间是1969年，在不明飞行物坠毁的现场找到一具皮肤灰白的人形遗体，第一时间被苏联军方带往秘密机构进行解剖。They're using dissecting scissors to open up the sternum, which is a common procedure at that time. He's using the proper tool. The way they're holding and using the various tools looks correct, which indicates to me these people know what they're doing. I would say there's little doubt that these are actual Russian medical people. 经过专业影像鉴识与军事分析，证实这段密档影像符合当年军用摄影机的格式，甚至连现场士兵制服上的徽章都与1960年代苏联 KGB 标准程序高度吻合。这些不可思议的影像全都来自同一批苏联 KGB 密档，在苏联解体后悄悄流进黑市，也让外星人传闻获得证实。从黑市中外泄资料来看，只不过是苏联超自然事件的冰山一角，还有更多 UFO 谜团尚未揭开。史上最神秘的玛雅文明9世纪全盛时期在玛雅有4万多人，怎么会在历史上人间蒸发？留下的玛雅文字更是神秘又难解。专家分析，这种字体是3维立体的书写模式，根本不适合人类阅读。2016年，科学家发现了玛雅金字塔的中间有一个神秘空间作用，又是什么？2017，考古学家在一块古老石板上发现刻着玛雅人与不明生物在交换椭圆形的物品，疑似是传说中的时空胶囊。难道玛雅金字塔当中的神秘空间真的藏了穿越之谜？墨西哥神秘遗址玛雅金字塔，传闻塔中封存时空胶囊，这项古代传说竟然在2016年科技探测中找到真相。在金字塔厚重的10层下，真的隐藏了3层结构的塔中塔。金字塔最深处有一整片中空空间，这里会是藏放时空胶囊的基地吗？巧合的是，隔年2017年，墨西哥出土一块石板，印证了时空胶囊的神秘传说。Triangular piece of jade. On the left is a typical Mayan leader wearing a traditional headdress, but on the right is what looks like an alien being. The two appear to be exchanging gifts, and above the figures is a craft that looks shockingly like a UFO. 双方手中交换的礼物形状恰巧酷似一颗胶囊。玛雅人神秘消失的真相真的放在时空胶囊
等地球人发现马。更惊人的是，石板上方还有疑似飞行器的符号，这是否在暗示那颗胶囊并非地球之物？ People that discovered these artifacts went on to theorize that there was some type of an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 happening between the Mayans and the extraterrestrials. And maybe there's still in existence in part of these caves extraterrestrial technology. 专家们的推论果然没错，玉石板的出土地点周围真的找到了一座远古洞穴，里头竟藏有多达80块相似的石板，上面同样刻着外星人图案和诡异符号，石板间散落神秘金箔，质地特殊。 来源不明，有人怀疑是外星科技的残片，在洞穴岩壁上还能看到密密麻麻疑似飞行器的符号。玛雅人难道不是非地球人吗？考古学家进一步调查，发现同一区域的古墓中，竟然还出土一批细长头骨，外观与石板上的外星人惊人相似。 There was a 1,000-year-old Mexican cemetery unearthed while some locals were trying to create an irrigation channel. And the discovery was of over a dozen of these very elongated skulls, very similar to these jade aliens. 1950年代，考古学家就曾经在玛雅王室墓葬中挖掘出一块棺木，石板上头清楚刻着古玛雅王族正在驾驶飞行器，这会是玛雅人消失的关键证据吗？ You see a man bending forward, almost like a racing motorcyclist. He has his nose on some kind of oxygen mask. He uses his upper hand to manipulate the knot. You see his lower hand, he manipulates some controls. He is sitting on a kind of chair in a sort of capsule. 考古记录显示，这名古玛雅王族生前的外貌极为诡异，根本不像地球人。 He had a narrow face with large eyes and a long nose that cut through his forehead. King Pakal could be a member of a highly advanced alien race that established bases on Earth. 更能解释的是，玛雅人留下的历法4000多年前的地球文明没有星象精密仪器，但古玛雅人仅用肉眼就推算出地球绕太阳一圈的时间，可怕准确度几乎等同于精密仪器观测之下的结果。 玛雅人当时就测出来了，地球的一年是365.2420天，而在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借助仪器测量出来的数据是365.2422天，这二者比较起来，相差仅仅为0.0002天。古玛雅人不只算出地球一年365天，还精准推算出金星年份以及神秘历法卓尔金年。但奇怪的是，目前观测的星象中并没有 卓尔金星，直到3800年后，1801年，天文学家发现火星和木星之间有小行星带与卓尔金历完全吻合，因此这个卓尔金星又被称为玛雅星。6500万年前被一颗直径超过1万千米、总质量达到50亿吨的超大行星给撞碎了。而玛雅星上拥有高度文明的外星人，因为提前预知了这场灾难，所以早早就离开了玛雅星，并在灾难过后来到地球定居，也才有了我们看到的玛雅文明。 玛雅人发明的第4种历法叫做长纪历，计算单位根本是天文数字。这种宇宙单位是否也在暗示，玛雅人的生命长度远远超过地球人的寿命？玛雅人还发明了长纪历，它所能表示的纪日单位出奇的大。一个阿托顿代表230亿4千万天，6300多万年。 只有天文学在测量星际距离和星际航行的时候，才会用到这么庞大的数字。古玛雅人的文字同样有非地球文明的特征，英文是1维，只有左右；中文是2维，除了左右还有上下，但古玛雅文字却是3维，还多了远近这种立体书写方式，在人类历史中前所未见。有人怀疑，其实玛雅文字不是设计给人类看的，而是另一个维度的阅读系统。 其中一个证据就遗留在一本玛雅手抄本之中。The former minister of tourism for the Mexican state of Campeche went on record confirming the discovery of extraterrestrial life. He also mentioned that there are perhaps 3,000-year-old landing pads hidden in the jungle, and that there are ancient Mayan codices that have been hidden from the public, which clearly discuss extraterrestrial contact. 罕见的玛雅手抄本。 据说内容相当震撼，被悄悄送往梵蒂冈档案馆，列为最高机密等级传闻内容，记录外星文明来过地球的痕迹。而这4000年前降临的地方正是墨西哥。2016年，有专业团队透过雷达扫描墨西哥丛林，证实了古玛雅城不只存在规模还大的惊人。
这个扫描出来以后，发觉不得了，它8个台北市大小里面的2100平方公里啊，因为里面大概有6万栋建筑物，所以扫出来它有道路相连，而且6公尺宽的道路、6公尺宽的运河都有。它道路是什么？像我们现在讲的高架道路。高架道路，立体交叉的高架道路，他们算上我们将近1000万人。以前估计玛雅地卡奥最多大概几百万人，现在可以估计到1000万人。1000万人在地球上瞬间消失，实在非常诡异。因此，有研究者怀疑古玛雅人不是群体灭亡，而是集体转移到地下世界。关于这项推论，至今未有明确证据，但又有考古调查发现，多座玛雅金字塔底部竟然都秘密存有一条1000年历史的地下隧道。The first section of the tunnel runs nearly 50 feet under the pyramid to a cross-shaped chamber beneath the steps. But then it cuts down again into the bedrock towards the center of the pyramid and opens out into a second, much deeper chamber. 古玛雅人没有金属工具，根本不可能开凿出庞大又错综复杂的地下世界。阴谋论者怀疑，这根本不是人类工程。更诡异的是，在古玛雅遗址外海还出现一座巨大到难以解释的非自然海底结构。拍这么小，对不对？你晓得这有多长吗？这条线有多长吗？它有多长？125公里。125公里，是已经从台北到新竹还远了。好，大家看第二个，注意看哦，它有直线的，有三角形的，对，它是一个不明的水下结构。注意，它非常笔直。笔直又对称的线条像是被精密设计出来的产物。外界在怀疑这个海底结构可能跟古玛雅人有关，因此有许多民间传闻都曾描述古玛雅城消失在海底尽头神秘的传说故事，引发后人无限想象。另一个让人类好奇的谜团跟玛雅人的血迹有关。古玛雅的壁画和文物中都明确记录血祭仪式真实存在1000年以前的玛雅文明，深信血液是最强的生命力，透过血祭把能量献给上天。但这个仪式背后难道还有其他目的吗？前光明会祭司爆料，蜥蜴人需要依靠人类的血液才能生存，玛雅人跟外星种族有关联吗？ They need the blood because they are in fact not human. They take human shape. They are reptilians. And they need the blood. The blood helps them maintain their reptilian shape. 更惊人的是，古玛雅人最崇拜的羽蛇神，外观正是爬虫类这样类似形象的神灵，不只出现在玛雅文明东西方的远古信仰，竟然出现惊人巧合。古埃及的索贝克、苏美的阿努纳奇、印度的纳迦和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女娲都带有蛇形或鳞片特征。难道地球上的宗教信仰其实都是某种高维度生命的化身吗？或许古玛雅的消逝也掩盖了一场外星种族降临地球的历史真相。被怀疑曾经穿越时空的还有他，知名的天才达文西。有近代专家仔细去拆解了达文西的绘画作品当中，竟然偷偷都藏了外星密码。这位天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他也说了达文西的手稿里面的内容可以让人类的科技提早半世纪里。里奥纳多、达文西号称全能天才，蒙娜丽莎的微笑、最后的晚餐、维特鲁威人，这些世界名画的作者都是达文西，他绝对是世上伟大的艺术家之一。有人说，仔细观察他的作品，您将发现达文西脑中的知识绝对不是来自地球。当年就曾经有人怀疑他的脑中肯定藏了秘密。这张是意大利城市的手绘图，也是达文西离开洞穴之后的第一幅作品。乍看之下，达文西画出自己家乡的场景相当合理，但细思极恐的地方在于高空视角从何而来。1903年，莱特兄弟成功发明史上第一架飞机，但达文西却在1478年画出精确的意大利城市俯瞰图，这两者之间相差了425年。更神秘的讯息藏在这幅史上最贵画作救世主当中。2017年以4.5亿美金，相当于135亿台币拍卖成功。不止天价金额吓人，画中人物手中捧着的这一颗水晶球，也暗藏达文西大脑秘密。放大数倍之后，水晶球上出现了3个不符合光学比例的圆点。极端完美主義嘅達文西怎麼可能容許作品被估到3個圓點？呢幅圖嘅水晶球咧，上面有3粒點嘅。研究者咧就係話，呢3粒點咧就對應獵戶座嗰條腰帶嗰3粒星。咁你諗下，會唔會咁巧？這些圓點不只對應獵戶星象，又巧合的和埃及金字塔的位置一模一樣。精通繪畫和天文學的全能天才，又在暗喻什麼？研究人員進一步將救世主切割並列，
惊讶地發現他另外一個秘密。構成咧就係將一塊鏡咧擺喺呢幅圖嘅中間，然之後睇翻左邊位置反射翻咧就重疊咗，而中間呢個咧就顯示出我哋人類封閉式嘅 DNA 啦。呢一個咧就係佢本身嗰個人類嘅頭骨，都係啦喺個鏡面嗰度咧就喺中間嗰度反射翻。用咗個右邊嗰邊嚟做鏡面重疊。佢哋啲研究者就話呢個咧就係開放式嘅，即係外星人嘅 DNA， 就同我哋地球人嗰個 DNA 係唔同嘅。咁而呢個就係最明顯啦，咁就係一個外星人嘅頭型，就係趙夫人嗰啲樣啦。1953年，人類第一次破解 DNA 螺旋結構的奧秘，但達文西卻能提早400多年把基因密碼藏在畫裡，讓後代研究專家直言不可思議。手稿中的驚世設計或許全都是他的所見所聞，而是一段被刻意隱藏的真實歷史，至今仍是個未解之謎。這個世界到底有沒有？至今仍有許多解不開謎團，雖然難以置信，但在科學家讓這起世紀懸案多了份想象空間，或許人類就能解開許多難解的謎團，也留給團員無限想象，埋藏着無數科學難以解釋的神秘事件。在這裡，人類顯得渺小又無力，背後的謎團讓人想不清也猜不透，是否有未知力量的助力，還有待解答。是真是假，只能說信者恆信了。至今仍是人類想要解開的重大謎團，許多人還是選擇寧可信其有，請大家自行判斷。希望您會喜歡今天主題，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對這些的看法。大家幫我按讚訂閱開小鈴鐺，謝謝。感謝收看，下次再見。